欢迎来到加密妈咪的频道。我们就在过去一周经历了一个非常震荡的币市。那么在这一波的震荡当中，有很多仓位不幸被归零了。那么很多人看到价格的变动，都感受到了市场的寒意。那直至目前为止呢，市场的波动仍然在继续中，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带动价格的剧烈上升或下跌。那目前当然是下跌居多。那么在价格涨跌的背后，大家更关键的应该是这场市场结构的重置到底会引来下一波的牛市，还是我们即将看到熊市的来临。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从链上数据带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的几率稍微高一些。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入数据来看，到底我们这一波的调整跟前两次我们有记忆以来 Luna Crash 跟 FTX Crash 它们不一样或是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那我们进入数据看一下。好，我们先到 Glassnode， 然后看到这一张 percent supply in profit 的这张图表。这张表代表的是目前所有比特币钱包它获利的情况如何。这条蓝线代表的是整体比特币钱包获利情况。我们在牛顶的时候，这些钱包大部分都是属于100%的获利状态，尤其是价格不断创新高的时候。在熊市的时候呢，就相反，熊市的时候获利比特币钱包的数量就大减了。我们比特币获利的情况基本上就达到大概 65% 以下，只有65% 以下的钱包是处于获利状态，那其他都是亏损。那么黄色这条线代表的是 realized， 就是实现的盈利跟亏损。在熊市的时候呢，很多钱包就绷不住了，它必须要卖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熊市的时候会有几根这种巨跌，我们英文叫做 capitulation， 它就是投资人放弃的一个状态，他宁愿亏损他也要出场。那么在牛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已实现的净利润，那这一些就是持有者他卖出获利了结。那我之所以拿这张图来比较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下跌跟前几次的下跌，它其实上是有本质的不一样。我们比较有印象的就是 Luna Crash 跟 FTX。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次的 Crash 跟这一次的价格下跌的对比。我们把时间轴拉到近几年，22年。好，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一根呢，就是我们在 Luna Crash 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左右呢，钱包的获利总比例就已经下降到 65% 以下了，然后 Luna Crash 基本上就把整个市场带进了熊市，这是 Luna Crash。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在 FTX 这一边，这是2022年的11月，那 FTX 这一次呢也造成了大量的净损失，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获利钱包的总比例仍然维持在 65% 以下，那当然伴随的就是价格的巨跌。所以这两次的价格下跌呢，其实它是有伴随着净损失的出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投资人放弃。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价格下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价格下跌大概比特币下个 10% 到 12%， 就这一小波，我们并没有看到伴随的 capitulation， 也就是说投资人仍然没有出场，钱包获利的情况仍然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即使是在10月10号、11号，我们把它拉近一点，即使是在10月11号有一波价格下跌，但是整体钱包的盈利状况还是非常良好。最低的时候呢，也只有 17% 是亏损的状况， 80% 以上的钱包还是属于一个盈利的状况。所以目前的市场结构并没有破坏，跟前两次的价格下跌是不可以相比的。好，我们接着来看从价格崩跌到今天为止整个现货市场的数据表现如何。我们先去现货市场的 RSI 数据看一下。好，这张是现货市场的相对强弱指数，那我们14天均值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市场有一个比较过热的情况，那一段时间确实价格也上涨的比较快。那其实在2025年今年一整年当中，市场都是处于一个温和乐观的偏牛的状态。那即使是我们这一周有一个价格下跌的状况，比特币的 RSI 值也仍然维持在50以上。所以在目前来说，市场情绪应该是说从一个去年年底相对狂热，然后在前一阵子接近狂热区，目前回到了一个比较中性的状态，买压正在消散。那么我们除了这个 RSI 可以看市场情绪之外，另外一个要看的是 CVD 现货 CVD。 那么这个现货 CVD 是什么意思呢？它所衡量的是在交易所的主动买入跟主动卖出的状况。
那么从 CVD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其实在今年大部分的时间在交易所这边都是卖出的比较多。那价格为什么在上涨呢？前几期视频有分析过，就是在机构 OTC over the counter 的交易持续支持的比特币的价格上涨。那么就在前一阵子，当我们价格创新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交易所的主动买入有增加，但是10月10号、10月11号价格下跌之后，又把卖压拉高了，所以主动卖盘的力量又增加了。那在目前为止呢，空方还是偏主导，所以如果说目前要进入市场去做合约交易的话，我会建议稍微再等一下，因为市场的情绪还没有完全恢复以买方主导。不过在我们大家觉得这些数据看起来好像很可怕，我们还要再看一个数据才能决定到底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要关注一个现货交易量，就是我们 spot volume 现货交易量，看看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市场卖压增加的情况之下，市场的交易量其实并没有下降，也就是说大家参与度还是非常高。我们把这一部分拎出来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即使是价格下跌，即使是卖压在增加，但是市场的买盘同样也在增加，所以基本上整一个 spot volume 就是现货的量，交易量不管是买或卖，它其实是一个增长的情况，也就是说每一个卖掉的比特币都有人愿意去承接，所以这个跟流动性枯竭的熊市本质上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了。OK， 我们看完现货市场，我们接着来看衍生品市场，也是这一次价格崩跌的算是地震震央吧。我们到衍生品市场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这张是 Glassnode 记录它所有大概前100大的加密资产的资金费率。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10号、11号这一天有一个资金费率的大跌，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呢，很多的资产被影响。可以看到我们在红色基本上就是属于市场比较热的情况，资金费率是做多的大幅增加，所以它的资金费率跟着提高。但是就在10月10号11天价格下跌，大量的空单，以至于资金费率大幅的下降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是所有资产当中普遍发生的，并不只局限于任何一个币种。那我们也可以从不管是 Twitter 也好或者是社区媒体也好，大家在哀嚎好多币在当天都被清算了，一根针直接不管你是持有什么币，除了比特币以外，基本上跌个20-30%甚至到99% 都有，所以在暴跌当天是蛮惨烈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在资金费率这边，我们看一下永续合约的未平仓合约量，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次典型的去杠杆事件。好，这张图是比特币的期货合约的未平仓合约，我们可以看到从24年开始未平仓合约就一路增加，那这是记录来自所有不同交易所的数量。那在10月10号这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大量的下跌，主要是发生在几个主要的交易所。我们把 CME 先拿掉，我们可以看到在 Binance、Bybit 跟 Hyperliquid 这3个交易所占主要的未平仓合约的关仓量，也就是说大量的热钱在这时候被清出场。那么配合刚刚的资金费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资金费率大幅下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上有非常多的高杠杆的期货仓位，可能有跟永续合约仓位被清出场。那么这意味着市场对于杠杆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这也是一个必要去铲除市场上贪婪的这个一个必要的手段。那当然我今天这集视频就是不去预测到底是谁启动了这一次的大清仓，但从数据上来看，确实这次的震央是在衍生品市场。那么衍生品市场中呢，当然这次的震央是在期货市场，就是我们熟悉的永续合约市场，在永续合约市场被大量去杠杆。但如果说我们看另外一张图，就会给你不一样的故事我们看到在选择权市场这一部分我们再去看一下期货市场你可以看到期货市场这边有个大量的下跌，就是很多杠杆被清掉了，然后刚刚说的主要的杠杆是被清掉的是在币安跟 Bybit 还有Hyperliquid 这个是期货市场。但如果我们去选择权市场看的话，其实选择权市场主要是机构交易者利用选择权市场去做要么是对冲或者是布局，然后来做新仓位的搭建。我们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不一样。那大部分的机构跟有经验的投资人会在 Deribit 上面做布局，先把其他交易所隐藏掉，我们就看 Deribit 的情况。其实在 Deribit 这边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太多的下降，反而是又持续上升，所以这几天呢又持续上升
升，代表了其实市场这些机构投资人他们正在积极的布局，并且使用选择权工具来对冲新的风险。那如果说我们把这2张图拿来比较一下，这个是期货市场，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下跌，然后再对比选择权市场，它下跌没有这么明显，甚至反而继续上涨。这个就很清晰了，就告诉了一个很清晰的故事，就代表说最近市场的剧烈波动，它主要冲击的是高杠杆的期货市场，也就是永续合约市场，价格下跌导致了大规模的清算。而选择权市场的参与者呢，因为大部分是具有经验的交易者或者是机构，他们相对来讲比较沉稳，甚至可能会利用选择权工具去做投资的对冲以及未来的布局。所以目前看来，从选择权市场看来，市场的参与度仍然是在逐步提升的。好，我们接下来看链上数据在资本流动这一部分。我们去 Glassnode 的短期持有者跟长期持有者的比率这张图来看一下。这张图是资本的构成，短期持有者跟长期持有者在目前比特币链上供应量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黄色这条线呢是长期持有者在链上持有的占比，那么绿色这条线是短期持有者在链上钱包的总占比。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大概暑假开始，短期持有者的钱包占比其实就一直在增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趋缓的迹象。那短期持有者不见得是小钱包，也可能是大钱包，这也验证了刚刚说的一句话，就是虽然说在现货市场我们看到很大的卖压，但是整体的交易量，现货交易量增加之外，短期持有者的比例也在增加。那相对来说呢，长期持有者它就是在一个下减，那最大的降幅是发生在今年暑假的时候长期持有者有个大幅的换手的动作，也就是长期持有者比特币换给短期持有者了，所以到目前为止长期持有者它的卖压是有在趋缓的迹象。那这代表了什么？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比特币持有者的情况这边来看的话，我们观察到的是短期持有者仍然在积累比特币，那么这也代表他们可能是聪明钱，他们仍然在布局，然后仍然在购入，目前的牛市结构没有被破坏。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获利图来看一下。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看的这张图，那我们目前呢仍然主要的钱包，大部分的钱包仍然是在一个获利的状况，不管是从价格结构上来看也好，或者是钱包盈利的链上数据来看也好，目前牛市的结构都还没有被破坏，所以仍然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即使我们经历了一个回调，大部分钱包仍然是处于一个盈利的状态。那我们另外来看另外一张 Glassnode 的数据，这张很有趣，这张是比特币的积累指标，当颜色越深的时候，代表市场积累的钱包数量越多。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几轮牛市的时候呢，尤其是早期，钱包会呈现一个非常深的紫色，那在这一段时间通常也是推波助澜，将市场推到顶端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当然随着比特币的成熟，越来越多机构跟买家加入了这个资产类别，我们可以看到积累的时间段有驱动价格上升的，也有在逢低买进的。那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购入是蛮均衡的，也就是说持续积累中。那最近由于价格下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颜色趋升，也代表说大部分的钱包在这个时候又开始逢低买入了。那是不是你呢？我们从链上数据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的震央发生的就是在期货市场，也就是永续合约市场。我们其实是一次结构性的去杠杆，并不代表整个系统的崩溃，甚至不代表牛市的结束。我们从价格上来看也好，或者是链上积累指数来看也好，牛市的结构是没有被破坏的。那么这一次的清盘对整个未来走势是有帮助。当市场过多的贪婪被清除掉之后，更多的是取决于现货的供需。那么希望市场我们目前进入这样的一个盘整的阶段不要太久，随着 Q4 的到来以及量化宽松的马上就要来了嘛，昨天包括有讲，所以希望在年底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完成重整，然后继续往上涨。当然这会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永远保持乐观。好，今天的视频就先讲到这边，希望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